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，又见面了。像以往的视频一样，中文和拼音已经帮大家镶在了视频里面，你可以随时开启翻译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在用电脑版本看这个视频的话，可能你的体验感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电脑版本上，你可以开启不光是英语，还有更多语言的选择。你还可以随意拖拽字幕翻译，把它放在你最舒服的地方。如果你想要获取更多辅助学习的资料，请你移步信息栏里，这里有课程总结、Quizlet 单词表，还有免费试听课堂的链接。好了，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对话。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喝酒。喝酒，其实如果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我是想不起来要去喝点酒的。家里呢倒是有一些啤酒呀，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还有一些酒精含量比较高的，比如说一些威士忌，还有白酒。但是你想听听它们的用途吗？我们家的白葡萄酒一般是用来做饭，因为在欧洲有的时候买不到中国的料酒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为了去腥增香，做饭的时候我会倒一点白葡萄酒。那红酒是做什么的呢？一般我们有的时候开 party， 剩下的一些红酒冰在冰箱里，喝也不太好喝的时候，会用它来做菜。有很多法式的那种炖菜、炖肉，里面会加很多红酒，还有意大利的那些红酱。所以我们家的红酒还是做饭。高度白酒是做什么的呢？高度白酒我最近买了一瓶，是我找的在匈牙利已经度数相当高的那种，它是有50度酒精，50度的纯白酒。我是想找它来腌鸭蛋，还是做菜。等我腌好了，我给大家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腌鸭蛋的时候放一些白酒，可以帮助鸭蛋出油，还有保证它不坏，因为要腌1个月嘛，白酒可以消毒。在中国一般会用至少60度的白酒去腌，但是在匈牙利找不到，所以呢就用了50度的白酒。前2天呢，我听了一个营养师的讲座，他讲了好多关于酒精、关于糖的事情。他是这样说的：酒精是毒药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凡事它都有讲究一个量。再好的东西，如果你过量了，比如说这些身体上的补品维他命之类的，如果你过量的食用它，它对你身体也是一种负担。那反过来说呢，虽然糖对身体不好，酒精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如果少量，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呢？这个不一定，我也不能给出大家一个肯定的回答。但是我听到一些很有趣的知识点，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虽然说酒精对身体不好，但是不同的酒类对人的身体的害处有多有少。比如说你喝的是红酒，你1周喝可能2、3次，时不时的喝一杯红酒，它其实也不算太坏，因为红酒里面的糖分其实也没有很多。但是如果你把红酒换成白葡萄酒，它的糖分就上来了一些。如果你把白葡萄酒换成玫瑰葡萄酒的话，那个就和喝糖水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。喝玫瑰葡萄酒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冰着喝，喝着很清爽，其实也不觉得有多少酒精，但是呢，它确实糖分很高，这个不建议大家多喝。啤酒的话呢，这个营养师他说，啤酒
就是发酵过的面包水。你可以仔细品一品这句话，发酵过的面包水。他说大肚子就是这么来的。你可以想想这个对不对，是不是真的？每当我们饮酒的时候，每次我们喝酒，有酒精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，身体中的一个器官它就开始拼命的工作。这是哪个器官呢？这是我们的肝脏。肝脏，因为肝脏是像一个化学工厂一样，酒精一进来，它就在运转，在工作，去把酒精代谢掉。如果没有肝脏的话，酒精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。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大脑运转的慢了，大脑慢下来了，可能你喝断片儿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或者是反应慢了，或者是动作不协调了，走不成直线了。这个都是说明你身体中有酒精，大脑能力下降缓慢的特征。所以说你喝的酒越多，你的肝脏越累，因为它不停的工作。因为在你欢乐投入开 party 的时候，你的肝脏在为你卖命的工作。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神奇的，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，就是说一般你如果喝了很多，可能第二天早上有宿醉，你还是觉得头晕乎乎的，有点难受。一般这时候我都会想喝点清爽的，比如说一杯冰的橙汁，或者一杯柠檬水，这种很清爽的，或者吃个水果。但是这个营养师说一定不要再吃水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水果会让你的肝脏继续工作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水果里面有果糖，果糖它不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，果糖要通过肝脏，又是肝脏这枚大将，果糖要通过肝脏转化成能被我们身体吸收的葡萄糖。那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你的肝脏已经工作一晚上了，想要代谢掉酒精，结果你一起来又给它加了新的任务，让它把果糖转化为葡萄糖。那你想想，你的肝脏是不是超负荷运转了呢？这就相当于说，你有一个任务，要你驮2袋米，你驮完2袋米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可是你的雇主说再去驮2袋，你看你是不是要累趴在地下了呢？宿醉的话，怎么样是最好的呢？一定要多喝水，多喝水能帮助你代谢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能在饮酒的时候适当的也提醒自己要多喝一些水，那之后你的不适感一定会减少很多。如果你在喝酒之前再吃点东西，不是空腹的话，这样可能对你的身体会更好一点，你不适的感觉会减少。当然啦，生活就是用来享受的，不能说好我这个不吃那个不碰，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适量，每个人的适量可能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身体，一定要找到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期的视频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同意我的说法，或者觉得这期视频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，有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点的话，请你帮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你在等什么呢？快关注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